如果说现役 UFC 所有正式冠军中让大家选个最倒霉的，我觉得80%心中都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现任重量级世界冠军战斗型卓别林汤姆阿斯皮纳尔。其实现在我不明白为啥汤姆这么不受待见，好多人水汤的叫。论实力，汤姆在 UFC 所有比赛都是终结获胜，甚至说都是首回合终结。当然也不乏各种硬茬，他能在地面降服2楼沃尔科夫，也能在站立 KO 大白熊。论技术，汤姆是现役重量级技术最全面的选手，有速度，有重击，有爆摔，有柔术，除了手短点基本没啥毛病。人家汤姆这冠军是终结一个又个高手给 GOAT 下退役正大光明争取来的，给骨头下退役这个没有任何质疑吧，我觉得这个含金量真的是拉满了。然后论人品，汤姆虽然说不是啥圣人，但是比什么霍基特比什么盖恩强100倍不止吧。盖恩咱就不说了，他这个行为用2个字就可以概括，那就是畜生。那霍基特就更不用说了，5个字就可以概括，畜生中的畜生。汤姆除了被盖恩差点之后发点牢骚之外，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没毛病的，起码很绅士，而且他跟白大拿之间的矛盾都是为了自身利益，这个也没毛病。但是为啥汤姆和盖恩那场比赛打完，明明汤姆是受害者，他被插眼，但大家都去喷他呢？那老盖恩又美美的隐身，又不知所踪了，反倒受害者汤姆不被大家同情，被大家质疑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汤姆的表现有点让大家失望了，因为之前汤姆的表现太强势，全部都是首回合终结，一拳一个小卡拉，技术也这么好，还给历史最佳骨头下退役了，给人非常大的想象空间。当时的铁血骨头汤姆被称为重量级3幻神，甚至说重量级有史以来最强的3位选手，对汤姆的期望那是非常的高。而盖恩当时的处境呢，虽然说排名第一，但打个2楼都得靠黑哨，可以说是冠军最好的试刀石。铁血打盖恩虽然说打的比较吃力，但起码赢了。骨头老大哥更不说了，首回合直接给他搅了。而汤姆呢，作为重量级的新任冠军，你就是不 KO 他怎么着也得赢啊，结果被插眼叫停，首回合还输了，还被人喂了火龙果。所以说对汤姆这个滤镜碎了，汤姆也是吃到了流量的反噬。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盖恩打汤姆比打铁血打骨头那个状态强多了，就看盖恩那个肌肉形态变化，你就知道他平时绝对没少练。再加上当时汤姆比较飘啊，也犯了傲慢之罪。当时汤姆在发布会的时候说，所有人都觉得盖恩能把我拖入深水区，但是我的拳头能 KO 所有人。确实他的拳头能 KO 所有人，但是你这个小短胳膊得够得着啊。汤姆如果想挽救风评的话，他的2番战必须要打出一场漂亮的大胜。我觉得2番战汤姆的胜算还是大，因为两人的1番战就1回合也看不出啥深浅，而且汤姆也比较高傲，认为自己能 KO 所有人，还要上去跟盖恩打战力。我觉得这次汤姆大概是稳扎稳打，好好训练，摔死盖恩这个小子。如果说让我选个现任地表最强男，那大概率就是汤姆了。佩拉的3冠王大概率是没戏了，那我希望汤姆能一直赢下去。与盖恩的2番战大概率是 UFC 334麦迪逊花园。说白了，汤姆都休息1年了，也该回来干比赛了。除去汤姆打盖恩之外，我还挺期待另一场比赛，就是汤姆对阵骨头大弟子。这个盖博能不能替他的师傅一雪前耻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汤姆这个眼大概率是没事了，回归训练好几个月了，期待他的回归吧。